大家上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24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打开此视频，你的交易从此一定会有所改变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，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啊。上期视频我们说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纠结无聊，没有太好的进场点位。如果你要是做多，止损位要放在这个位置啊。然后目前来看的话，盘面还是一样的啊。你要看一下短的时间级别，1小时线的时间级别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有一个下行通道啊。简单画个趋势线。大概是这样啊。通常像这种状况，它有可能继续往下掉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泡菜指数呢再慢慢的往下掉，我们把这个泡菜指数关掉，打开布林带，通常小的范围啊，我们这个画的再精确一点。下行通道，然后它在这个布林带的中线位置突破下降趋势线，然后回踩住的话，有可能上升啊，上升的概率比较大，短期啊。然后上升多少？那我们看一下整个波动当中，这一段的下降，有没有可能 A、B、C 上来一次 0.5 这个附近，或者是0.618这个附近？如果短线你要是在这儿附近止损看多，那止损范围大概是这些啊。那上涨是这一部分，或者是这一部分。多头我们看一下，如果现在做多的话，目标位0.618，然后止损位在这儿，盈亏比3.61。那如果它看不到那么高，到这儿盈亏比2.46，还可以，不是特别好的盈亏比啊，还可以做，但是你一定要把止损放在这个位置，保证你如果它没给，就及时出止损出来，然后再等下一个。如果你要是把时间周期再调整到更小的单位，那你这个止损就要放得更近一些啊，大概是94623，也就是把止损放在这儿做多，这样的话盈亏比是特别划算的啊。但是短的时间周期它波动很难预料啊，所以稍微有一些风吹扰动，它可能就上下穿针，你就很容易失败，这个交易很容易就出局了。所以说尽量不要做短的时间周期。如果你抱天做，首先第一，你 K 线分析能力
临场的应变能力要非常强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心理熵增效应，你的心理动态的变化、行为知行合一的程度非常重要啊。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执念、情绪化、管不住自己、任性等等这种问题的话，很容易就会掉在这里边啊。掉在这里边就意味着什么？几乎100%亏钱，最终。所以说，短线交易是反人性的啊，很难让人随机应变的非常得当。上边的权贵大手们也是利用这一点，不断的在戏耍普通的这个投资者，实际上是一群赌徒啊。从上帝视角看，绝大部分人都是赌徒，包括我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能克制，我能根据原则做单、做行为，管理我的账户。但大部分小白和散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也没受过这样的训练，所以就很容易就情绪化。这个是必然啊，因为你的真金白银在里边，你的目的是赚钱，人性使然，你就会不断的非常容易的犯错，犯错就意味着亏钱，你亏钱了，上边的这些人才能赚钱，所以千万不要听信乱七八糟的谗言啊！无论是专家教授，这个资本市场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也没那么聪明，说你呢，谁听就是说谁啊！一定要清楚这个资本市场的残酷。你想赚的钱是目的，但是你想把这个目的达成，需要好多好多的沉淀，管住自己是最难的啊！所以我们回到盘面继续讲，现在还是一样啊，大的方向上来看，91700这附近，如果要是能撑住，那恐怕还能继续向上；如果撑不住，那我们就看到4小时线，它会不会破位，瞬间掉下来？大的波动形态逻辑上看，越来越像要掉下来的意思，所以不要着急啊。交易盈利不是一时的，是长线，你要长长久久的稳定盈利。现在是比较无聊的，考验你耐性的这种行情，即便是它穿上来了无所谓，我们下方止损继续看多。我们赚的是差价，不是一时的啊。你就比如说一时的你赚了钱，你过后稍微不注意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这个我说过无数回。你就比如说今年年初的15600，不是今年年初，是去年年底。那这个时候你上来这么长时间来回摆动，有几个拿到现在的，都不用说这儿，在这儿也没能拿住，在这儿呢也一样，你在这儿买完了，在这儿止损，在这儿买，在这儿止损，亏死你，在这儿做空，人家上来了。所以千万不能急啊，得学会等待好的进场时机，盈亏比点位非常好的时机，我们再进场。所以这个位置大家伙儿干嘛分析 K 线，然后复盘自己过去是怎么做的交易，交易日志是怎么写的，然后我的问题点在哪儿，哪些 K 线我分析的不够全面，哪种市场环境
我做的不对，还有我的心态、行为、逻辑哪些地方有问题，心里想的跟手上动的是不是一致的，这些都需要复盘啊，然后找出问题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给它解决，这样你才能走向稳定盈利的道路。好了，年底了，12月29号，马上就到2025年了，希望大家来年能发大财啊！但是实在是抱歉，我不得不说实话，未来的经济，宏观经济也好，微观也好，包括我多次强调的人民币汇率风险，都是一场危机啊！危它就有机会，此处点点点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习，好好交易，多多赚钱啊！我们下期再见。